这一代人不愿意借贷，不愿意加杠杆，也没有储蓄剩余，但另外一代人是那个储蓄，这时候就产生了个巨大问题。日本当年经典的状态，储蓄者认为没有投资回报，所以他们接着储蓄，利率越来越低。而年轻人认为我挣不着钱，所以我也不愿意负债，我既不挣钱也不愿意负债，我还啃不上老。你们要想想，消费无非就是3个收入组成的呀，任何的消费就是仨收入组成的，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过去就是你父母的6个口袋，现在就是老板给你发的钱，将来就是银行借你的钱，你无非整个消费就是花3样钱。当你挣不着钱的时候，6个口袋掏到了房子上，此时你也不愿意再进一步借贷了，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你的有效需求收缩，你越收缩越没投资回报率，越没投资回报率，年龄大了他风险偏好本来就低，他就越存越没回报率。这就是前2年我给大家举的一个经典的例子。那时候在杭州一群大概50多岁将近60的，对吧，这帮土豪们组织活动，主办方组织个什么活动呢？组织了一个屁股。你们知道屁股是什么？就是聚在一起不吃饭，号称养生。哎呀，我说我不去，我说你们这么做经济就完蛋了，对吧？这个经济的拉动需要你们的消费的，你们在那屁股连饭都不吃了，那餐厅就完了。当然了，你们知道你老了掌握着巨量的财富，就会存在一个大问题啊，你本来的消费能力、消费欲望、风险偏好就下降了。之前有人跟我辩解过这个问题，说那不对啊，副总，我要60多岁了，我花不了，我就给孩子花。我说打住，我说等你真正60多岁退休了，你会明白一个道理，日本为什么用了25年走的叫代际分配。你们知道2012年也就是这张图的几乎最低点，这儿经历了一波储蓄增速的为负掉下来，然后储蓄率基本同步了。你们知道这儿为什么经历了一波储蓄负的？答案很简单，我存了1个亿，我死了，我儿子继承了，交完遗产税，他银行里只剩6000万了。如果发生代际分配，就会出现一种现象。那么你们知道2011年巴菲特去日本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吗？那就是日本经济的重要基本面转折点。简单讲就是老到一定程度的老龄化之后，存量蛋糕进行代际再分配。你知道日本现在的就业市场是什么吗？只要你伸手就有收入，只要你伸手每年收入就是增长。从14年到现在为止，日本打零工的，就大学生打零工的小时收入已经翻倍了。所以你知道现在日本的年轻人有多爽吗？我们新闻联播报的那个数字叫日本破产倒闭的小微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然后就有人问我说，副总你看这个数字说明日本经济很差。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破产倒闭的小微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呀。我说这个世界有2种破产倒闭，一种破产倒闭是不挣钱亏损倒闭，还有一种破产倒闭是人走了。就是这个小店龟仙人在那儿做拉面，挣钱吗？挣钱。80多岁的龟仙人走了，这个拉面店没有年轻人继承，没有年轻人去做，他就破产倒闭。所以你知道我们大部分人对经济的认知，不是对于这个很多东西的认知，它停留在自己经历的这40年的增长里。所以很多人就问我说，副总你这么看好这个，不是你看好日本的原因是什么？日本经济不可能高速增长。我说为什么要高速增长？
他说不高速增长哪来的这个蛋糕收入分配？我说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情况？90年的时候，日本通过二战后的这种效率的提升、资源的分配，他获得了5个蛋糕。但90年这5个蛋糕，桌上坐了6个人，5个老年人，1个年轻人，所以这1个年轻人只能分到半个。而现在日本经济增长了吗？没有，还是5个蛋糕，90年的5个蛋糕，但是桌上变成了1个人，行不行？存量分配也可以让经济、通胀等等的预期发生改变的。我们是什么？我们在过去40年一直是创造着增量的蛋糕，但是分配越来越失衡，所以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呢？你比如说现在统计局的数据作假了吗？5%的经济增长，有人说哎呀我的体感没有5%，我说数字没假，你的体感也没假，你们都对。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吗？因为这5是平均，有没有可能有的阶层是6、7，有的阶层是1、2，有的阶层是0，有的阶层是负，而你自己处在哪个阶层里，你的体感就是你这层的分配。所以宏观里边的平均和你个体之间的差异，那个就是分配的问题。大家总说日本失去30年，失去30年，我可以告诉你，日本90年那些65岁的老头都是嗨嗨皮皮子走的。日本真正失去的是90年35岁那一批和他们的子女，且没有走出去日本的那批日本人。可不要认为失去的30年是指所有人，不是的。日本财阀没有失去，日本的老年人没有失去，日本失去的是背上重重债务房贷的那一代人和他的早些年的子女们。而日本现在正在获得的就是日本现在的00后，他们现在就业市场是什么情况？应聘的坐在那儿，招聘的站在那儿，一个应聘的坐在那儿，4个招聘的在那儿演讲，讲讲自家公司有什么待遇，然后应聘的说你家太远了，出去换一个，没人了。所以你知道日本在这个环境下，它好处还有一点，它没有引进移民，很好。所以你们知道特朗普的政策中间很关键的一点，为什么是移民吗？因为蛋糕如果没有增长那么快，分配就是很关键的，那凭什么给别人吃？对吧？这几年你们可以看看加拿大跟美国的经济劈叉越来越远。对吧？如果在座的有朋友在加拿大，你可以问问，他们在加拿大现在体感很差的，为什么？那不是还是怪加拿大的小土豆咣的在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放了那么多创纪录的印度裔进来吗？我开玩笑说家里5个馒头4个人吃正好还都能撑着，你咣的请客拉进来6个人怎么吃啊？那你知道特朗普现在干的是什么呢？我既然创造不了那么多的这个面包，那答案很简单，把人赶出去就好了。这就是分配。跟中国之间的贸易战到底是什么？答案也是一条，分配。全世界正在进行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分配的战争。那么对于国内来讲，现在其实原则上来讲也是这个核心，因为我们现在要刺激这批人的内需，答案很简单，年轻人没钱，咋刺激内需？所以我经常跟我的一些朋友我说，咱们啊应该不能晚上8点钟枸杞泡完水往床上一躺准备睡觉，然后在那儿琢磨，哎呀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当韭菜了，也没韭菜了，我明天给理财经理打电话，客户经理打电话，接着买债券，接着存。我们应该干嘛呢？晚上夜总会花钱打赏，他们挣着了，
白天出来消费了，然后我们的工厂又把钱挣回来了，然后周而复始，资本流动。当然你知道经典的当年日本的一个经典的政策，实际上日本人最后说自己是错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我们刚刚做完延迟退休。你知道日本为什么最终这个错的政策还是推了？答案很简单，制定政策和掌握着权力的那批人是那一代人，而不是新的这一代。所以日本的年轻人当年有个经典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不投票了，这日本选举嘛，不投了。为啥了？说我们年轻人在整个人口比重中这个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就算我们都投票也不够。啥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投票，都用选票，都无法去获得权利进行调整。但是你知道日本现在快够了，原因很简单，它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个人口中间变化最大的就是日本的第一代、第二代的老年人开始，不是现在开始走，而是走的七七八八了。所以日本的老龄化很快进入到结束那一刻了，因为这种结束只有一点，就是死亡，自然分配，自然的代际分配。所以你们知道25年啥意思吗？千万不要觉得这25年是什么经济的周期，没有，这25年就是人口的周期，就是人口的周期。所以前2年我就在讲中国的人口，在讲中国的财富的获得、财富的分配，这都是一个长周期制约我们内部需求的一个很核心的这个变量。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张图呢，简单的回顾一下当年的这个朱镕基总理到2002年，也就是这一轮，中国经济从这张图上去看，供需最好的年代是02年到2012年，也就是02年到12年是完美的正向反馈。这里边用到的宏观经济数据其实非常简单，这是放大版的，把08年放大出来，08年以后放大出来，黑色线 PPI， 红色线非常关键，此处不是 CPI， 此处是核心 CPI， 也就是扣除了食品、猪肉、蔬菜、能源之后的 CPI。 为啥用这个东西去代表中国经济的有效需求？我们不是30-50年前了，老百姓的需求的核心是吃饱饭，吃上菜，吃上肉，不是了。如果现在的目标还是这个，那我只能说我们改革开放白发展。我们现在衡量居民部门有效需求的时候，用句通俗话讲叫我们要衡量你吃饱饭后的那个没事干的消费。刚才我已经讲了，你现在这年头想吃饱饭很简单，对吧？网约车司机15块钱，嘎嘎香的锅包肉，那大盒饭，东北那就是什么？东北那叫什么老什么？那铁盒那盒饭叫什么来着？忘了。加上我们现在的供应链、冷藏技术，加上我们走私的猪肉，对吧？再加上我们现在的预制菜，我可以告诉你，那成本低的不得了。你要自己在家买预制菜，我告诉你，你点了20块钱的，成本大概就3块钱左右。你想吃饱太容易了。这年头已经不是吃饱的问题，这年头是吃好的问题，吃健康的问题。所以说，如果我们还用这种由供给因素引发价格剧烈变动的 CPI， 你就错了。那比如重庆如果下上1个月的雨，那菜价就贵了。那猪要碰上一个猪瘟，那肉价就波动了。这种东西不代表着需求。其实这年头靠需求已经很难带动起来菜和肉的价格了。基本上这玩意儿全是供给。所以中国的这个核心 CPI 就是真正的有效需求。
这个数字呢，在06年之前没有，但这个数字大概可以拟合出来06年，就是从02年到06年基本上都是正值。02年到06年，我们通过入市、外部需求拉动，我们走出来，企业是盈利的，居民收入是增长的，居民储蓄是增长的，居民的消费是一点点扩张，一点点改善的，一切都是完美的。这就是中国经济最好的循环时刻。08年，既然我们是以外需为主，那么2008年的金融危机带来外部需求的坍塌，对于中国来讲就会造成我们的供需双弱，我们供应端不挣钱，需求端变弱。那时候登上中国新闻联播的是东莞，就是当年的东莞外贸订单没有了，然后呢，企业不挣钱了，企业老板这个倒闭了，然后大量的失业。当年登上新闻联播的就是东莞，而当年我们的所有政策，我均没任何异议，全对。答案非常简单，外需不够，内需凑。当年的中国任何经济都没有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有庞大的80后中产阶级，你们可以去执行一件事情来扩张需求，你可以去掏6个口袋，你可以去形成借贷。08年真正的政策中间有个很关键的政策，叫做做大做强金融服务实体。因为如果不把金融做大，居民部门的消费只限于过去的钱和老板给你发的钱，这个扩张太过于温和。扩张金融会带来居民部门大量的花掉未来的钱，杠杆急速增加，我们的有效需求会快速膨胀。只要有80后在，谁的花钱都可以持续。比如说当年有经济学家在这讨论中国的4万亿，讨论中国的高铁值不值得干呀，俩经济学家在那讨论来讨论去，我就说了一句话，能收着税吗？能就干，收不着就不干。他们俩在这讨论什么呢？他讨论是，呀，这个高铁的成本单位核算完了以后，按照现在这个现行票价，我们根本挣不回来。他错了。为啥？中国的政府支出，也就是财政的基建、公路、铁路、桥梁、煤油水气电等等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它收的叫间接税，它不是直接税。什么意思呢？直接税就是我高铁修完一核算，票价多少钱？比如说这个东西上海到杭州，我一核算完200块钱，但我只收你60。那有人说了，那高铁不是亏钱呢？别忘了我们当年讲的那句话叫基础设施拉动周边经济增长。这个话啥意思？拉动周边经济增长就是那个间接税。这种做法会让老百姓感觉很好，为啥了？哎呦，这么好的高铁才60块钱，你会觉得政府在补贴你，怎么可能呢？债务如果政府一直补贴你，我可以告诉你，本币债务也是不可持续的。债务的可持续一定是你能够从某个地方收回来，这答案就出来了。你们知道高铁为什么都建在新城了吗？因为高铁建在新城，土地收储便宜，收完了3通1平，整备完毕，道路一修一规划，土地财政上，盖好房子，80后一接盘，间接税收上来，两边就是平衡的。所以那个时候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大规模的基建的投入扩张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只要你买房，我就能收着税。今年应该是今年还是去年年底忘了，江浙沪已经上调了高铁的票价。就那个东西，记者采访我，后来还让这个大家在网上这个讨论了一通。我当时的原话说的是一定保留绿皮火车，原因是知道你现在土地财政没有了，所以说煤油水气电票价都会涨，因为他要把原来的间接税贴回来到直接税上，
否则这些项目都不可持续。但是你涨高铁票价的时候，你不能取消绿皮火车，因为你把绿皮火车一旦取消，相当于是你强制征税。保留绿皮火车是给最底层人民的一点尊严。也就换句话说，他从上海到杭州，他不在乎多1个小时多2个小时，因为他的时间将不值钱。但是如果你把绿皮火车取消掉，他将没得选。这就是你在这个层面你需要多去考量的一点。那当然咱们在这儿重庆去年到今年经典的是什么东西，对吧？重庆的那个燃气表为什么出的转？答案非常简单，我们的公共事业类将全部变成直接税。也就在居民部门间接税不行的这一刻，大概在18年左右，就这个点上，18年左右开始，这个居民部门有效需求不行的那刻，房地产的直接税收不上，间接税收不上来了。这个时候你们就发现，你看看股票市场聪不聪明？股票市场从18、19年开始大举的买入了央国企股息红利，可不是说疫情后提这个叫央国企这个股息红利大家才去买的。18、19年开始，你甭管股市是2500还是2800还是3300，你们发现央国企股息红利一直跟债券一样稳定的上行。答案只有一个，你觉得你是买央国企的成长吗？所有的这些煤油、水气电、公共事业类的通讯等等，它其实就是政府税收。你品品，你那个买的是债，买的是政府债，它的背后是税收。当年这个事儿不需要讨论，居民部门完全没有问题，加着杠杆一上，创了中国需求最好的10年，2011年到2019年，大概八年多的时间。然后我们的 A 股市场完全正确， A 股市场的这个主要消费指数，你都不用管股灾，10年大牛市。那个时候换句话说，你没买茅台你就错了，你没买消费升级你就错了。基本上甚至所有的公募基金经理就是一个字儿，买消费买消费买消费。你到底买的是啥呀？从宏观角度，你买的就是这个红色线，什么东西？居民部门杠杆率。只要它能加杠杆，消费就是升级的；只要它加不动杠杆，消费就是降级的。你到了今年再波及到中产阶级以后，你们会发现消费现在的降级降成什么程度了？在座的知道现在的 Chanel、LV、GUCCI 的价格吗？你知道它的二手价格吗？都崩了，跟中产阶级相关的所有东西都崩了，而且它回不来。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它回不来，因为杭州现在已经开始干嘛了？就跟当年日本一样，经济下行， Chanel、LV、GUCCI 没人买了啊！当然你们记住一点啊，正宫娘娘一定买爱马仕，因为不管经济啥周期，这玩意儿相对保值。啥意思呢？就是最 top 的那批富人是不受经济周期影响的，但中间的 Chanel、GUCCI、Prada 全崩，然后崩完新品，崩二奢，崩完二奢变中古，中古下面你们猜是啥？下次你们去杭州的，我可以带在座的女生们去逛一逛。Chanel 25块钱一天租，正品哦，还不用打理哦亲，只需25哦。你想想现在年轻人如果知道25块钱租一个2万块钱的包用一天，对吧？跟朋友玩一天，拍完照还回去还不用自己打理，他以后还会买吗？中国现在进入到啥状态？股市没错，消费降级，不是升级。比如我喜欢喝咖啡，那我非常有印象啊，09年买的星巴克，10年大牛市，
中国的市场扩大，对吧？年轻人是30多块钱的星巴克已经觉得不好喝了，必须喝什么 Cecil Manner 精品咖啡。这2年的特征，打开 APP， 瑞幸买1送1 9.9块都已经这了。现在可不是交易消费升级，这一代居民结束了，跟日本一样，消费降级，中古世界。所以中国的股市啊，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反映问题的，非常反映这个问题的就是这一代人的杠杆率，就是我们整个总需求的源头。所以你们知道那个年头11年到15年，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不是需求，中国经济当时核心问题就是这些传统产能的上游，煤炭、钢铁等，在整个上一轮经济周期中的那些产业链的重资产投资产能过剩，所以那些行业稀里哗啦的。当年这个供给侧改革在这儿，如果不搞供给侧改革，会出什么事情？大概会按照市场经济出清。市场经济一旦出清，在中国就会有个问题，它淘汰的是高成本低效率。高成本低效率在企业部门里是谁，我就不说了，你们就知道那个时候如果按市场经济去淘汰会有问题的。所以我们都是那只手出来计划性的砍一刀，实行供给侧改革，把落后产能砍掉，把国有的上游全部保住，然后再通过整合，比如当年的宝武钢，最后形成的是垄断型的上游寡头。所以那个时代啊，你可以这么理解，既然供给多了，那就砍掉，它会带来一个好处，胜者为王。从2016年之后，你们再去看看上游的公司，比如说煤炭，比如说电力、钢铁，你们再看看那些公司还是不是周期性的，你们会发现那些公司变成什么了？其实变成了一个垄断的收税行业。其实全世界都是这么变的。2016年除了中国这么调整以外，海外的上游也是这么调整的，只不过是它是市场经济调整，最后形成寡头。这就导致这些年你们去看经济的时候很有意思，上游原材料都贵，下游产成品便宜。原因是上游的供给曲线已经经历过淘汰之后形成了寡头垄断，而下游是产能过剩。所以从那儿开始起，全世界一直有个交易，多上游空下游。而当年这个赢家还能通吃，就是这个黑色线还能快速上来，是因为居民部门还能进一步的增加杠杆，光靠供给侧改革不够的，还要刺激需求。我们迎来了最辉煌的一波房地产，中国的房地产涨幅最大的实际上就是供给侧改革之后。这个东西也许过个几年我觉得会知道答案。什么东西？有人想过没？供给侧改革跟股灾跟房价有啥关系？我估计大部分人没想过，因为学术们他们也不研究，但我们是在一线的，我们太清楚了。当年有个词经典的叫做脱实向虚，说的是大量的民营企业脱实向虚。因为当年的供给侧改革，你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他的那个指挥棒啊，他想做的是什么事儿呢？政府想做的事情是把这些旧产能供给侧改革之后留给国，把民营资本从旧产能中挤出来以后，发挥你们的效率成本优势，让你去做创新。所以在中国这个时间点里是新旧产能的切换，想法很好，把重资产的这些涉及到国家的重要产业的留给国，形成垄断，把剩下的交给民去创新。
但当年忽略了一个问题，我后来其实跟有些领导提过，我说领导们，你们有没有想过2015年、16年，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家平均年龄实控人年龄多大？如果按照当年的我们的股市里的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等去衡量的话，当年平均的民营实控的人的年龄在这儿的时候是54岁，也就是说在这之后他逐渐的进入到60岁这个时间点上，请问有几个人向上天再借500年去创业的？你忽略了一个问题，年龄。日本当年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企业家年龄到了，他不愿意再冒风险。对于他来讲，他深知做企业的难。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去江浙沪很多民营企业老板那儿，他就会说一句话，干什么工厂创什么业，这年头炒房多快啊，我辛辛苦苦干1年我挣1、2千万，炒套房我随便挣5千万，那我不如是干炒房。大部分的老板50多岁、60多岁开始炒期货、炒股票、炒房子，反正不会去创业。有没有创业呢？有，比例太少。所以当年就出现了大量原本属于民营企业部门的资金转入到了这2个资产里，就是股和房里，然后加上当时的场外融资配资散性信托，就有了当年的问题。那房地产也是一样的，最后一波甩给这个年轻人就 OK 了，所以这一大波才是真正房价的。当时北京我记得特别清楚，09年我们炒房的时候，亚运村是17500，15年的时候亚运村是25000，到18、19年亚运村是8万，涨幅最大的都是在这个同比增长的累积上这块。而那个时候中国的消费达到顶峰，原因是财富效应。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花钱的逻辑不是老板给了多少钱，工资涨了多少，很多人花钱的逻辑是，走媳妇儿买个包，为啥了？咱家房子又涨50万。但是你们记住一点，财富效应是真真正正的财富，而不是换手的资产。当年股市也有这种年轻人啊，夸，股灾来了一跌停，我告诉你，他最后悔的都不是卖掉股票，没卖掉股票，因为他卖不掉，开盘就跌停，他后悔给他老婆买包了。然后我说，幸亏你给你老婆买了个包，他至少还剩下个包。那场消费最终结束，那是个幻觉，不是扎扎实实的收入的增长，扎扎实实的房子的租金，不是扎扎实实的股票的股息分红，是换手。换手答案很简单呀，我拿走的必然是有人亏的呀，对吧？我拿走的资产必然是有人的负债呀。所以当最后那批人扛不动的时候，那就是最后所有收缩的结果。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救经济？因为这个东西很危险了。到今年房价加速下行之后，如果它持续时间很久，这个资产负债表救不回来的。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政策中间，我认为只有一个最好，就是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因为它是真的分配，它是从银行分出来的。其他再希望年轻人加杠杆的所有政策，我都不认为会有太好的效果，因为这一代人不是缺信心了，是真加不动。现在需要用降杠杆刺激经济，而不是去加杠杆刺激经济。而且我们现在的大问题是什么呀？我们现在大问题是我们第一次经历供需螺旋式循环。所以你们看，之前都是供应的问题，然后只要需求能买单，我的所有的经济都不是问题。我这个今年跟一个著名的企业家提过一句话，我说当年的市场化竞争这个对吧？大家看19年，扣掉疫情，我可以告诉你，19年中国的 PPI 开始就是负的了。啥意思？就是大家看到的企业的恶性竞争、价格战、内卷、产能多。
然后我跟他们说，我说现在的这种价格战、市场化的竞争非常的不好。他们说为啥了？市场化不就是这样子吗？优胜劣汰，对吧？充分的竞争以后进行淘汰，胜者为王。我说这句话有问题。胜者为王的前提是需求在，充分竞争后胜者为王。简单讲就是两个男孩子在那儿争一个妹子，你俩 PK 竞争，赢了，迎娶白富美。现在的这个经济是啥意思呢？通俗话讲就是你俩在这儿竞争，注意看啊，这黑色线，你俩在这儿竞争，妹子走了，然后你俩打完了，说我终于赢了，抬头一看又如何呢？这个妹子什么东西啊？就是需求曲线啊。你现在的大问题不是你们恶性竞争就一定有好结果，现在问题是恶性竞争全输，没有赢家，因为需求曲线挂了。这个 CPI 在10月份啊，我们最新的数据是负的 0.1 呀，啥概念？没有疫情，没有08年金融危机，负的 0.1 的核心 CPI 就告诉你一件事情，居民部门节衣缩食了，负数就是节衣缩食了。在今年的3月份春节后，你们可以看到，这是疫情结束掉一波，很多人没反应。今年3月份加速下行，因为今年3月份掉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中产阶级崩了。疫情结束，我可以告诉你，中产阶级的感受还不明显。比如那时候我去金融机构路演，他们无法去理解网约车司机，无法去理解外卖小哥，因为他们那个阶层没有受到冲击，没有受到冲击。他们会说，副总，我看我的朋友们都还可以啊，这个经济没有你想的那么差。我说经济是从底层开始反馈的，但是底层对经济的宏观数据微乎其微。你们知道底层调研的好和坏是什么吗？我跟你说一句实话，就那个骑手们，今天好也好，坏也好，龙江猪脚饭。今天跑个单王，龙江猪脚饭加个蛋。今天跑单中间，如果有人啊在 APP 上在讲10块钱的小费，龙江猪脚饭加个蛋来个腿儿。你们知道他的消费多了一个蛋，多了一个腿儿，对宏观经济没有任何影响，这就是最底层。但是中产阶级，你们一旦开始停止扩张的那个消费，你们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冲击是巨大的。这就是今年你们看到这个数字。杭州就是最典型的，3月份开始阿里裁员5000的往下裁。那我就问你，裁2轮5000，好了，你没被裁掉，你回家跟你老婆庆祝一下，我操，老张被裁了，老王被裁了，我没被裁掉，是这样吗？真实的情况是，你回家跟你老婆马上就说的是老张被裁了，老王被裁了，咱俩赶紧的算算，咱俩有多少储蓄，多少剩余，有多少负债，孩子花了多少钱，然后把账一盘，你跟你老婆说，美容院别去了，李佳琦直播间5块钱买一面膜，脸上一糊差不多。你老婆会说，你的烟少抽点，不行去领导那儿每天薅2根，还能省下1盒。当你真这么做的时候，经济就出问题了。今年上半年我在杭州做调研，我可以告诉你，500家美容院转让。我有一个调研数据是来自于那个叫克里蒂娜还是克里蒂安，就他那个老板，就是全中国很有名的那个连锁的女生那个美容的那个，对吧？我就告诉你，他就是我的高频数据，他的业绩好，经济就好；他的业绩差，经济就差。那这2年我告诉你，非常差。你们记住，这些女人背后都是无数的男人，所以说它直接反映经济数据。这就是中产阶级螺旋式循环。今年是双打击，企业挣不着钱收缩，企业就会出现降本裁员增效，改善财务报表。
企业降本裁员增效，居民部门收缩，居民部门收缩，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企业降本裁员增效。咱们现在出了这么多政策，你知道多多少少是有点晚了。为啥？今天是11月份，你们知道12月份即将很忙的是 HR， 各个公司的 HR 到年底会非常的忙，对吧？又开始裁了。那你们想过40多岁，如果这个时候11月份被裁掉，那大概又是前2天重庆那样的，对吧？那还没被裁，那只是降了降薪，那就在办公室这样了。那要是裁了，你看看什么结果？这个时候你想想就是那个谁徐峥演的那个电视剧里边电影里边，这个中年人的悲剧就在此刻体现出来了。这就是数据告诉你背后的答案。现在这批怎么办？救房子本质上不但是在救政府，救房子也是在想救这批人的资产负债表。但是房子最终是要有人去买单才能救回来的，谁买？居民部门如果拒绝加杠杆，这答案很清晰，它这个表是改善不了的。那么企业部门现在的大问题是在于前2天，对吧？这个发改委的郑主任说，哎呀，我们前2年搞的这些新兴行业，这才没几年又变成了产能巨大无比，不挣钱。他说谁的？我们都在下边发弹幕，我们说郑主任啊，你应该把这几个点出来嘛。那不能点的，哪几个产业曾经新又变成了现在这种情况。当然了，这里边就蕴含着中国一个投资逻辑，你们记住一点，中国的所有投资逻辑这几年非常清晰，不投居民部门，所有跟中产阶级居民部门这条红色线相关的一概不能碰，因为他们的杠杆和这一代人决定。第二，只碰当年供给侧改革之后形成的国有寡头垄断的收税型行业，它就是类债券类资产，它跟你买债是一样的道理。在产业端上不能碰勾圈的产业，不能碰 K 的产业，要碰勾圈。什么意思？这就是中国的产业政策特征，政府主导型的产业投资，它的路径是勾圈 K， 就是只要发展起来了，进入到市场化竞争的通通不能碰，只要没发展起来，国家大力提倡的你就去碰。一定记住这句话，跟老百姓的理解正好是反的。老百姓的理解是，哎呀，这个行业大力发展起来了，已经很成型了，理论上它应该涨啊，结果发现它一直跌。哎呀，这个行业还没有成型啊，只是讲几个故事啊，结果你发现它一直涨。这个东西啊是个认知差，这是中国产业政策特征导致的。那么中国现在谁在那个勾圈里，谁在那个 K 里？股票市场已经给出答案了。股票市场里的消费类结束了，房地产类结束了，当年的汽车类、新能源达到了市值接近顶峰了，然后最近一直在扩张的只有一个板块。其实这个就是那勾圈，这就是那 K， 这是已经 KO 了，这是已经 KO 了。这个中国的投资会比较的有意思啊。所以说时间的因素啊，我跟大家反正唠叨这么多，希望对大家反正有所借鉴。目前的状态啊，我用我的话说，19年后到现在确实不太乐观啊。但是这个东西呢，用我话说，大家为什么感觉政策有点低于大家的预期？我想说的是，主要大家的预期太高了。因为现在你没有认清形势的话，你会总预期这样。你想总预期回到2011年，回不去了。因为这次的形势是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中长期周期变量，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变量。所以这个问题
没有那么容易去解决，它只能对冲，所以这就导致你的预期过高啊。那么时间因素，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好吧，谢谢。